小王是一位年轻的白领，通常在工作上非常忙碌，经常需要加班。他的饮食习惯也不规律，有时为了节省时间会选择外卖或即食面。此外，他并不特别关注体育锻炼，而在空闲时更喜欢使用手机或看电视。尽管他认为自己年轻，身体并没有明显的问题，对于一些小毛病也不太在意。然而，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脖子上多出现了一个坚硬的肿块，且轻轻触摸时感到些许疼痛。他起初认为可能是因感冒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因此没有太过关切，只自行服用了一些药物。然而1周后，这个肿块不仅未有减小，反而变得更大，同时伴随着咽喉不适和声音嘶哑的症状。小王开始感到担忧，于是前往附近的社区医院进行了检查。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罹患了甲状腺癌，而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的迹象。医生解释，甲状腺癌通常是一种相对容易治疗的癌症，只要在早期发现并及时进行手术切除，治愈率很高。然而，如果延迟治疗，癌细胞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或血液系统扩散到其他部位，带来更大的风险。医生强烈建议他尽快转至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像小王这样因疏忽脖子上的异常症状而延误癌症诊断的案例并不少见。脖子是人体极为重要的区域，连接着头部和身体，包含许多关键的器官和组织。当体内出现癌变时，脖子通常会发出一些潜在的警讯，及早察觉并处理这些警讯，有可能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那么，脖子上可能出现的异常症状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癌症呢？脖子上长肿块。脖子上长肿块是最常见也最明显的异常信号之一。肿块可能是由于感染、免疫反应、外伤等原因引起的良性肿物，也可能是由于肿瘤、癌症等原因引起的恶性肿物。一般来说，良性肿物的特点是肿块较小，质地较软，表面光滑，可移动，无疼痛或轻微疼痛，随着感染或炎症的消退而缩小或消失。而恶性肿物的特点是肿块较大，质地较硬，表面不平整，不可移动，有明显疼痛或压迫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或溃烂。脖子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物是淋巴结癌，也就是淋巴系统的癌症。淋巴系统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其中脖子上有很多浅表淋巴结。当癌细胞从原发部位如口腔、鼻咽、甲状腺等通过淋巴管转移到脖子上的淋巴结时，就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这种肿大的淋巴结通常是无痛性的，质地硬实，不易移动，有时会伴有发热、消瘦等全身症状。脖子发黑。脖子发黑是指脖子上的皮肤出现异常的色素沈注，呈现黑色或棕色，而且无法通过清洁去除。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黑棘皮病引起的。黑棘皮病是一种表现在皮肤上的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过多或抵抗导致皮肤细胞增生和色素沈注。黑棘皮病多发生在颈部、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给人一种不洁净的感觉。黑棘皮病与肥胖和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肥胖和糖尿病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异常或抵抗，从而影响皮肤细胞的正常代谢和功能。因此，患有黑棘皮病的人往往也患有肥胖或糖尿病，而这些代谢性疾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肥胖和糖尿病与多种癌症有关，如胰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脖子上长斑。脖子上长斑是指脖子上的皮肤出现异常的色素变化，呈现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而且难以消退。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皮肤癌引起的。皮肤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表层或深层的恶性肿瘤，根据不同的细胞类型，可以分为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和黑色素瘤等。其中，黑色素瘤是最危险也最致命的一种，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黑色素瘤通常发生在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部位，如面部、手臂、腿部等，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在不常见阳光的部位，如脖子、腋下、指甲下等。黑色素瘤的特点是
颜色不均匀，边缘不规则，直径大于6毫米，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大或变形。如果发现自己的脖子上有这样的斑点，应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以确定是否为黑色素瘤，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脖子上长纹，脖子上长纹是指脖子上的皮肤出现异常的纹路或皱纹，呈现不同的方向和深度，而且难以消退。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颈部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颈部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动脉壁发生病理性变化的疾病，主要是由于血脂、胆固醇、钙盐等物质在动脉壁上沈积，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狭窄或阻塞。这种疾病会影响颈部动脉的血流量和血压，从而影响颈部皮肤的营养和弹性。颈部动脉粥样硬化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心脑血管疾病是指发生在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系统的疾病，如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等。这些疾病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当动脉壁上的斑块脱落或破裂时，就会形成血栓，从而阻塞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如果发现自己的脖子上有异常的纹路或皱纹，应及时到医院检查自己是否有颈部动脉粥样硬化，以及是否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征兆，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脖子上长疣，脖子上长疣是指脖子上的皮肤出现异常的增生物，呈现不同的大小和形状，而且难以消退。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HPV 是一种能够感染皮肤和黏膜细胞的病毒，根据不同的亚型，可以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 HPV 主要引起皮肤或黏膜上的良性增生物，如疣、赘皮等。高危型 HPV 主要引起皮肤或黏膜上的恶性变化，如癌前病变或癌症。除了颈部扁平疣外，脖子上还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 HPV 感染，如颈部乳头状瘤、颈部鳞状细胞癌等。这些感染通常是由高危型 HPV 引起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颈部乳头状瘤是一种发生在喉部或气管的良性肿物，但是会影响呼吸和发音，并有可能恶变为癌症。颈部鳞状细胞癌是一种发生在喉部或食管的恶性肿瘤，会导致咽喉不适、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出血等症状，并有可能转移至其他部位。脖子是人体重要的部位，连接着头部和身体，分布着许多重要的器官和组织。当身体内部发生癌变时，脖子往往会出现一些警示性的信号，如肿块、发黑、长斑、长纹、长疣等。这些信号可能是癌症的预警，也可能是癌症的结果。如果能及时发现并处理这些信号，就可能避免癌症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脖子上的异常信号，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及时抓住这些信号，做到早发现、早治疗。